一定時時都咁健康嘅。不過人生有佢，就必定有平安。人生萬變，但係耶穌嘅愛呢，係永遠不變。姊妹樓嗰度有一個世界之窗嘅餐館，咁佢去咗呢度住工，咁佢話我一直住到退休就好啦咁。離開紐約去度假，令到佢丈夫成為911嘅幸存者。佢經常都係咁諗嗰啲咁嘅嘢，即係驚啊！即係佢識得嘅人都有好多喺入邊啊嘛，送殯翻嚟咧，佢就會哭，佢就好唔開心，自己坐房間嗰度喊。雖然逃過一劫，但係咁啊有個差人嚟揾我，揾到你個 husband 咯，已經死咗喎。留低佢同2個仔女。我一樣好似我先生一樣，我唔瞓得，我唔食得。我先生過身嗰段時間，曾經都問過神啊，點解你咁對我？呢個地方係美國紐約曼哈頓嘅唐人街，同好多北美嘅唐人街一樣，店鋪嘅招牌都加上咗中文，街道嘅名稱都有中文翻譯，而大街小巷亦都可以見到中國嘅傳統裝飾。喺曼哈頓嘅唐人街有2個著名嘅銅像，一個係孔子像，代表中國源遠流長嘅傳統文化；另一個係林則徐像，標誌住中國近代史嘅開端。同其他華埠唔同，曼哈頓嘅唐人街唔單止係一個商業區，佢亦都係大型嘅住宅區。官方統計大約有1萬個華人居住，堪稱北美最大。但係按非官方嘅數字，呢度嘅華人可能超過20萬，當中有唔少係做黑工嘅非法移民。喺93年，伍轉少由加勒比海聖馬丁嚟到紐約度假，最後決定留返喺曼哈頓嘅華埠。當時我嚟美國唔係諗住留低喺美國嘅，我只不過想旅遊嚟美國。咁後來我嚟到美國，我發覺美國幾好，地方又大，有人多嘢多啲機會，係咪？後面我去咗衣廠探一個朋友，咁咧老闆問我入到去嗰陣時，佢問我係咪揾工住啊？咁我又探口爽啦，係啊。咁佢問我你識做乜啊？我話其實我乜都唔識做，我話我都唔識車衣咁㗎。咦，你咁後生，好快啫咁。你坐低啦，咁就俾塊俾我學。咁我咪喺度貪得意喎，咁又學下啦。今日喺呢度學車衣咯，去咗1日，咁第2日我都去啦。咁我去咗幾日，咁我覺得車跟得喎。咁仲好過響聖馬丁咁悶啊嘛，係咪？嗰陣時好需要人啦。因為好多衣㗎，嗰陣時93年仲好興旺嚇，天氣熱嗰陣時好熱㗎喎，因為冇冷氣係咪啊？車衣嗰啲衣車，你又響我響好嘈。不過咧咁可以靠住維生㗎嘛，因為我哋新移民嚟到唔識其他嘅嘢，但係嗰樣可以靠住嗰樣嘢，我哋可以生活，咁係好嘅，雖然艱苦啲係咪？伍轉少 Anna 出生喺中國廣東，高中畢業之後喺中國從事製衣工作。26歲嗰年，佢移民到聖馬丁幫助舅父嘅生意。5年之後，喺毫無計劃之下，佢竟然留低喺紐約做車衣女工，而且喺工作期間認識咗佢嘅丈夫。同一齊做工嗰個工友呢，我先生係佢先生嘅朋友。咁呢，有陣時放假呢，
我去佢屋企就係玩啊，咁佢又喺度咁認識噶啦。咁識咗之後咁覺得大家啱傾噶嘛，拍拖。我覺得佢有幾老實啦，個人嘅心地好啦，識得佢大概1年，94年結婚，可以咁講，我哋都有個幸福嘅家。雖然唔係好富有，但大家即係點講啊？兩個人心入邊都係向住大家都向實個家，係好和諧一個家。其實我老公對我好好，就算平時咧佢放工翻嚟啊，好似啲芋頭邋遢啊，啲雪雞邋遢啊，佢都洗我唔好洗嘅，佢洗嘅。總之有重嘅功夫咧，佢都會幫我做晒。Anna 嘅丈夫係一名廚師，工作時間雖然長，但係收入都算唔錯。95年大女出世之後，佢就全職做家庭主婦。到咗96年，丈夫透過朋友嘅介紹，開始喺世貿中心一間餐廳做廚師。後來咧，以前跟住佢一齊住嗰個朋友咧，去咗姊妹樓嗰度，有個世界之窗嘅餐館，嗰度做壽司。咁咧佢就叫埋佢一齊去。咁佢去咗呢度做工，咁一直又好好。咁佢話佢都幫我講，哇！我一直住到退休就好啦咁。所以佢一心好，佢好喜歡嗰份工作，佢住得人都好開心。2001年係呢個家庭嘅轉捩點，佢哋除咗增添咗一個仔之外，嗰一年發生嘅911事件，亦都改變咗佢整個家。9月份嗰陣時咧，我姑奶咧話，話佢放假，咁我就問佢，不如你放假幫我湊下細路仔，等我出去玩下咯咁。好悶啊，咁長時間都唔曾出過去玩噶。咁我先生叫阿明啊嘛，咁啊叫阿明翻去攞假咯咁。9月9號我哋去埃迪河探個朋友。9月11號，Anna 同丈夫到黃石公園遊覽。當佢哋到紀念品店購物嘅時候，先至知道世貿中心遭受恐怖襲擊。去嗰個精品店買嘢，咁入邊有電視睇嘅噃，做咩個飛機撞樓啊？咁我又唔知啦，係咪？我唔知道，我以為睇電影啊嘛，唔知道嘅係新聞。等嗰個俾錢嗰陣時，向嗰個收銀員，咁佢就講俾我聽啦，話爆炸啦，又點樣？咁我走去睇啊，睇啊，我都震啊，因為我心諗，哇！如果我唔係嚟咗嗰度，我先生咪響入邊，咁我哋住喺朋友嗰度，咁啊翻到朋友嗰度，咁翻到去就冇心機食飯啦，又冇心機啦，瞓覺都冇心機，然後電話又唔通，乜嘢唔通，飛機又唔通，又唔走得，都唔知點算。咁收尾咧，我哋日日就去咗機場嗰度等，睇有冇飛機證，好似等咗2日就有飛機嘅。咁有飛機都唔翻得紐約，然後去咗維珍尼亞時，就費城嘅維珍尼亞，然後我就再坐 taxi 翻嚟嘅，所以好似走難咁。呢一座高聳入雲、全新嘅建築物就係世界貿易中心1號大樓 One World Trade Center。佢坐落於已經倒塌嘅世貿中心嘅原址。世界貿易中心1號大樓高1776英尺，象徵住美國喺1776年通過獨立宣言。而呢個高度令佢成為咗全世界10大最高嘅商業辦公大樓之一。世界貿易中心1號大樓沿用較為傳統嘅設計，以配合紐約市整體嘅建築景觀。事實上，呢座大樓嘅外觀同已經倒塌嘅世貿中心有幾分相似。當我哋抬頭注目呢座摩天大樓嘅時候，不免會諗起911嘅恐怖襲擊。喺呢座大樓下面就係911紀念館，輪候進場參觀嘅人絡繹不絕。911已經成為咗美國人嘅集體記憶。而對於 Anna 嘅丈夫，一位911嘅幸存者嚟講，呢件事就更加留下咗深深嘅烙印。而我睇到佢就係好難過咯，因為成日
喊咯。佢翻來每一次咧，佢喊啊邊個出殯啦，送殯翻嚟咧，佢就會哭，佢就好唔開心，自己坐房間嗰度喊。即係佢識得嘅人都有好多喺入邊啊嘛，因為佢撞埋去，佢係第一座響 No.1 嗰個塔啊嘛，佢撞埋去攔腰唔知80幾樓嗰時幾樓撞埋去上邊，因為我先生喺106樓啊嘛，咁佢冇可能會走得出嚟啊嘛，所以啲喺度做工嗰啲人冇可能會出得嚟啊，冇機會走得出嚟，所以佢睇緊佢成日都覺得，哇死咯！佢驚成日死咯！如果我喺入邊點算好咧？嘿，佢成日都諗，哇！你話佢哋邊啲火焗燒死佢還是焗死佢咧？佢就自己就係咁一直咁，佢經常都係咁諗嗰啲咁嘅嘢，真係驚啊！姊妹來冧咗之後，其實好多人失業係咪？但係當時我先生揾咗3份工做，知唔知？得幾個鐘頭休息，係咁忙到自己唔得騰落咯。咁到咗大概2個零月頭咁上下，佢有日幫我講，佢話嘛，唉，我今日啊喺做下嘢，佢唔知12樓啊幾樓，我好想跳落去噶啦，好辛苦，我唔明白，好辛苦。因為呢次打擊，Anna 嘅丈夫患上咗嚴重嘅抑鬱症，情緒有時非常高漲，有時就極度低落。呢種情況持續咗好幾年。情緒一控制唔到咧，佢又跟住嗰幾年嚟咧，佢就好似出去啊，有陣時啊出去飲酒啊，出去賭博啊，住埋嗰啲平時佢唔住嘅嘢，佢都住晒啦。但係到咗情緒低落，佢明白嗰陣時咧，佢又好內疚，好後悔，我點解會咁住？佢就好逃避，佢成日咧佢出去咧佢就好夜都唔翻嚟，佢又唔聽我叫，唔肯去睇醫生，所以我即係嗰幾年入邊咧，我真係對於我嚟講咧係好大嘅負擔嚟，因為我好驚，我唔知佢邊一日佢響喺樓上面跳落嚟。最大嘅問題係唔瞓得，佢唔瞓得嘅又唔肯睇醫生。佢一瞓唔到咧，佢將屋企咧擦到乾乾淨淨，佢唔瞓覺啊！朝頭早啊起身啊，佢蒸到好多早餐，蒸到好靚啊！本來先生起身蒸咁多早餐俾你食，應該好幾開心啦。但係諗下佢係瞓唔到，冇辦法嘅，係咁起身蒸嗰啲嘢，所以我心當時咧我都覺得，哎呀，好心急。但係啲細路仔唔識得。細路仔就好歡喜，哇！日日起身又有好多樣早餐，任你選啦，你選得邊樣，你食嗰樣還是食呢樣，任你選係咪？當時 Anna 嘅丈夫尋求教會嘅幫助，冇幾耐亦都成為咗基督徒。可惜因為佢唔肯去睇醫生，病情一直冇好轉。到咗06年嘅4月，佢丈夫突然之間失蹤咗2日。咁收尾我咪去報警咯，警察又揾咯。咁我自己，我記得嗰陣時4月頭，我都微風細雨噶，我都帶住個細個嗰個，咁咪周圍去揾咯。其實好難揾嘅喎，咪喺度人川流不息咁多人，其實好渺茫。我知道好渺茫，好難揾得到。我仔嗰陣時5歲，所以我拖住我個仔啊。喺曼哈頓周圍啲實圍一個卡，我周圍去揾嘛，我揸住個相，周街去揾。咁過咗幾日，咁啊有個差人嚟揾我，話揾到我老，揾到你個 husband 好啊。咁我話喺邊度啊？佢喊佢已經死咗個。當時我成個人啊，即係成個腦度好似唔知諗咩，好似一團麻咁。我淨係坐呢，係咁多震，係咁多震，我都控制唔到我自己，我成身震，成身震。驚聞噩耗，Anna 即刻打電話通知以前車衣廠嘅朋友。
透過呢位朋友嘅安排，Anna 喺呢個關鍵時刻可以得到一班基督徒嘅支援。咁我啱啱喺芝加哥，咁啊朝頭早酒店就響電話啦，咁就好嘈聲音，嗱好多喊聲。我妹又冇揸車，我又冇揸車，同埋我嗰個醫廠個朋友都唔識揸車，同埋我個姑奶女婿都唔識揸車，試過女人坐喺呢度唔知去邊度好。我話我會即刻喺我哋嘅社區中心有一個部分時間嘅同工，我話我即刻會叫佢同你做呢啲事啦咁。咁亦都因為佢哋唔係好識英文啦嚇，咁所以我就需要幫佢哋做一啲嘅翻譯咁。咁去到當場嘅時候咧，其實就見唔到條屍體嘅嚇，我哋主要係見到幅相嘅啫。天拿來道咧就請我哋去嗰個醫院個人事。我記得我當時咧，我行到成問題，行路都成問題。咁佢哋拉咗我去啦，其實我根本冇睇過嘅。入去認屍嗰度，我根本冇睇過。我先問啱，我冇睇。咁我管下係唔係？咁我嘥名。其實我連嘥名嘥唔到，係我捐喺炸實我手係咁夾硬滑落去嘅啫。我當時真係冇辦法控制到自己。而當認屍嘅時候咧，亦都知道佢先生係上吊而死嘅。當我翻到嚟嘅時候，我即刻走去佢嘅屋企嘅時候，佢個妹妹已經喺巴士站出嚟等我。咁入到去真係好個形象，你都唔能夠講嘢㗎，只係話與同哀哭嘅人同哀哭。既唔係親戚，係咪又冇親冇故？佢為咗我喺飛機嗰度係坐咗咁多個鐘頭飛機翻嚟，第一時間邊度都冇去，就嚟到我屋企喺葬禮，佢主持彈琴，對我嚟講咧係好大個支持。你睇到我唔哭，因為我唔係哭，因為我先生過咗身。我講邊，我流眼淚係因為點解嗰啲人無親無故嚟幫我？我喺嗰段日子入邊，其實我一樣好似我先生一樣，我唔瞓得，我唔食得。我先生過身嗰段時間，我冇辦法瞓，冇辦法食。我喺2個禮拜入邊，我唔見咗20磅。今日 Anna 喺教會裏面唱詩敬拜，因為丈夫離世而得到基督徒嘅幫助。Anna 都相信咗耶穌。喺呢幾年裏邊咧，我諗5年左右啦。咁我哋個 worship team 同有多嘅弟兄姊妹一齊，咁就喺當中睇到Anna 咧有好大嘅轉變啦。開始嘅時候係佢唔係好開心，咁慢慢咧我睇到佢開始有好多咗笑容啦。我覺得他背後的力量就是神的愛，因為在他在人生看來是最沒有出路的時候，他認識了神。因為咁佢又去教會啦，又肯參加主日學啦，佢又夠膽問啦，咁嗰個信心係一路上㗎，所以佢行一步嘅信心，又支持咗佢行一段路，呢段路咧又能夠支持佢對明日有盼望。Anna 能夠走出喪夫嘅陰霾，一啲都唔容易。但係冇幾耐，佢又再次面對家人離世嘅悲痛。半年之後，我個家婆又過咗身，個零月頭，咁我爸爸又病啦。我曾經都問過神啊，點解你咁對我？所以呢段日子，我曾經問過好多次點解，但係後來我都在去約伯記。我不斷去問，我不斷去睇，我問約伯，到最後邊，我明白，賞賜嘅係耶和華，收取嘅係耶和華，我心就安息啊！
從此以後我就唔再問，今日我唔會問。我甘心順服喺神嘅旨意下邊，神賜俾我嘅杯係點樣嘅，我都飲。我甘心樂意去順服神嘅旨意。Anna 靠住神所賜嘅力量，慢慢舒緩咗喪親之痛，而跟住佢要面對嘅就係要獨力養育一對仔女。當時實在係好難行啊，所以我好感謝神，又感謝無太帶我認識咗耶穌基督。救我個唔係錢，係耶穌基督。如果我當時唔認識耶穌基督，我唔知我今日係點樣。我知道我能走得過來係耶穌基督啦，係神，係佢哋嘅恩手拉咗我行過來嗰條路。丈夫離開之後 ，Anna 除咗要應付一家3口嘅生活費之外，仲要支付樓宇按揭。當時佢靠政府嘅援助，只能夠勉強維持生計。但係後嚟情況有所改善，透過無太嘅幫助 ，Anna 一對仔女可以入讀一間費用全免嘅寄宿學校。我就得知到喺 Pennsylvania 有間叫做 Hershey 嘅寄宿學校，佢係專門收一啲能夠讀得書但屋企好困難嘅細路仔。咁細路仔都係俾收去全免嘅，仲有大學嘅學費都為佢哋預備咗。咁 Anna 咧真係嗰個精神嘅負擔同埋經濟嘅負擔都係減少好多。我知道神係會帶領佢㗎。你睇下今年嘅5月，佢個女中學畢業啦喎，但係 Hershey 仲俾100萬人嘅大學獎學金俾佢。我哋成日話俾你聽，神係好錫嘅孤兒寡婦嘅，佢係做佢哋嘅父親嘅。當 Anna 經歷到神對佢一家嘅愛之後，佢變得非常積極。咁喺社區有乜嘢咧，佢都學噶啦。電腦佢又學，英文佢又學，打乒乓波佢又學，而且學得嚟咧都係好上手噶。舊年嘅時候，我哋教會去選舉執事嘅時候，佢願意係即係企出嚟到願意承擔咯。咁即係睇到神係對佢有好大嘅改變咯。呢幾年裏邊，真係佢唔再回頭看，佢係好極力嘅向前走，而且亦佢都話：我嘅經歷亦都可以幫助其他人。即係今日，雖然我家咁，我都好感謝我老公，佢又俾到對咁可愛嘅細路仔。其實我應該感激、感謝、感恩、感謝神，讓佢喺我生命中。前路還是要走，仍然共你挽手，尋覓世間愛你伴我左右。縱使風霜再多，你也跟我踏破，全是你在天家中保守我。佢個經歷可以試驗到我哋啊！當有一日神攞走你所倚靠、你所最愛嘅人嘅時候，你仲係咪可以咁口響嘅話我倚靠神呢？即係弟兄姊妹睇到佢，佢都可以咁堅強嘅時候，我哋遇到任何嘅事，神亦都係會與我哋同在。五轉少 Anna 嘅人生路崎嶇難行，佢先要承受丈夫患上抑鬱症嘅精神壓力。然後要面對丈夫同埋家人先後離世嘅痛楚，而喺悲痛中，佢仍然要肩負起獨力照顧兒女嘅責任。種種嘅不幸令到 Anna 流咗唔少傷心嘅眼淚。今日 Anna 面上流落嚟嘅已經唔係傷心嘅眼淚，而係感恩嘅淚水，因為神對佢家人無微不至嘅愛，仲有基督徒俾佢嘅支持同埋愛護。Anna 嘅笑面上面有抹不乾嘅淚水，呢啲眼淚見證住耶穌基督每一日對佢所賜予嘅恩典。耶穌基督就係嗰位扶持孤兒寡婦嘅上帝。你面上都可以流下感恩嘅眼淚，只要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嘅救主，讓佢帶領你嘅一生。請你而家就致電恩語生命熱線，或者登入恩語之聲嘅網頁同我哋聯絡，我哋好願意同你分享基督教信仰。願神賜福你。抬
抬頭望星空，看着你背影，美妙那聲音，像是你歌聲。輝映的燈光閃耀，似是你眼睛。只想你在旁聽着我心聲。期待重聚那天，能聽到你聲線，期望我共你天家中相見，珍惜每日每天，化作美麗天使，藉着主的愛過活每一天。前路還是要走，仍然共你挽手，尋覓世間愛你沒我左右，縱使風霜再多，你也跟我踏破，全是你。政治嘅嘢呢，有時係反反覆覆嘅。人生有佢就必定蒙福。人生就萬變，但係耶穌嘅愛係永遠不變。